好了，来看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来自咱们预告的老 K 和河池的一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呢，小狼呢这个现场直播过啊，然后这次翻录过来，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精彩，太精彩，以及太精彩了，就传说中的大门传奇啊，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伙解释啊，就是大门传奇 Super 大门啊，就是没法解释了啊。当然呢，比赛呢还是非常精彩的，咱们可以看到一批是河池，2批老 K， 3批小狼啊。这么说吧，看完这场比赛，我这个心，我的心碎的跟二维码似的，我都无敌了，我都。当然可以看到一开局呢，河池啊，其实作为老二吧，我个人觉得吧，他其实这个他本身的实力呢，属于那种就是什么派呢？装逼派。但是呢，人家确实有逼点，就是能装起来。这你可以看到打老 K 啊，老 K 的打这个8神，大家伙都知道，打无指挥啊，或者打一些什么这个其他人呐，很可能就是1v3啊。但是打这个河池，你看第一局一上来，直接让河池给秒了。所以说河池的8神啊，其实也非常不错。大家看面对第2个人老 K 的这个大猪，连续的前跳 CD， 第5个是前跳 C， 第6次是前跳落地扎，回身中了众手接葵花3式，前跳 C 落地抓过来。哎呀，这个8神河池啊，你看这个三点水河3点水池，特别牛逼啊，特别牛逼。啥意思？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水多啊。众手8只女，回身打一个跳地的逆向，一开局就是一个1v3的局面啊。看看老 K 这一局3颗，俗话说得好啊，3颗气的大门，这个不怕任何人。原地起跳被升龙一破后，他选择了一个前跳后闪阵，然后漂亮！这个阵是打对方倒地不受身啊，这招很恶心。这招就是说，它是按理说呢是无限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什么叫无限阵，就阵完了之后 CD 阵。但是呢，就是如果对方倒地受身的话是可以的啊，就是他就不被阵了，大家伙明白吧啊？就这种情况下突然练这么一招的啊，一般人没什么防备。好了，看看开局再阵一下。老 K 这大门一上来就感觉自己就惊天地泣鬼神呐，众手一摸，前掉地抢空，我操，没法说啊，没法说。这个我一听到这个大门这个滑板鞋的声音啊，我的心碎的不是饺子馅儿啊，不是二维码，我的心碎的跟方便面那个在超市里面被踩一脚那个方便面似的啊。好了，再原地起了，你看完了，这一下。这么说，8神属于那种牛逼要死，然后后面俩人不知道干啥啊，就一个是补血胶囊，另外一个送人小王子。你看，旺旺大礼包啊，这二哥往这一喊，旺旺，这我无敌了啊！当然第一局上来也这么回事。这场比赛呢，虽然我的名字叫大门传奇，但是还有一个人就特别亮，就是河池的8神也非常亮。一场比赛啊，要真是这个打成10比0什么的，那也没什么必要去做。但是呢，这场比赛呢，咱们看看啊，肯定不是你们想象那样，它确实有很多精彩不能再精彩的地方。大家看，现在0比1之后，河老2这一局8神，葵花1点之后的前跳 CD 卡空，再前跳 C 重手前手一个波跳过来，重手想要一打，但是对方是空防落地。老 K 这一局前下盘挥空，然后想要跑抓，然后又是往前蹭1点，等对方落地下轻腿起手打6连。AB 产生过来反抓一手，这一局两个人拼得很死，小跳百合折，老 K 防得很不错，空中跳地在前跳 CD 卡空，这是打了一个收招挡拆，一个大葵花收招，然后落地掏裆手回身一刚，原地起跳。河老2这局打的应该说啊，在后期的时候呢，确实是就非常就注重自己的游击战，而老 K 呢在最后的一刻。不知道是不是过于紧张，选择了出升龙一个波之后呢，直接出升龙，这个，给我的感觉呢是懵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属于就是懵一下啊。好了，跳地落地一个抓，前跳 C 的卡空，再前跳 C。这个前跳 C 呢啊，正常来讲朝下的目标呢和跳地来比啊，还是跳地稍微强一点点，给人一种感觉是这样的。但是跳 C 呢，你看什么时候出，如果出的位置好的话呢啊，像8神这个蹲姿也是不好使啊。好跳 CD， 原地起跳，好了空中一抢，走过来，哎呦我去，两个人都发懵了，而老 K 也没有选择抓这个指令头的样子，直接被打晕，前跳 C 下手助词再下扣。
可以看到啊，正常来讲，这个跳 C 打中之后呢，下轻手一晃，然后大猪没有做出反应，然后也没有出什么招，反而是千鹤冲过去啊，打下盘轻手接这个布阵，然后直接打晕，因为他前面有一个跳中手嘛，所以说这个晕点啊掌握的非常好。升龙一点助词前冲下盘，老 K 这局晕了，老 K 这一局大门，这个应该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啊？他倒是不心虚，他这个 AB 闪身没打好，然后呢就这个人显得很狂躁啊，这个人显得很狂躁。你看连续2次前然后被摸，助词1点打晕。他主要是第一点那个能量闪身挺好的，结果闪过来之后呢被后跳 A， 这是提前输入后跳 A， 你闪过来，不管是你出云头还是出这个抓还是出头上符，你出什么都不好使，我已经提前压制你了，所以说你没招了啊！1比1平。这一局老 K 也是，应该算是输给了这个冲头的八神加千鹤，连大门都没看到啊！1比0之后呢，这一局两个人八神打的还是非常谨慎，前1/3的时间两个人都是在飞脚，后来抓住了一个前冲下盘的机会，前跳 C 轻手漂亮晕了。这个晕点是怎么回事啊？他如果要是直接抓晕不了，他加上一个这个站轻腿就一定会晕。咱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小6连。然后呢，前跳 C 轻手前轻手，然后前轻腿接抓，这个需要很好的手法跟意识啊。因为如果对方站轻手的时候，对方如果拉头，你前肯定是要被抓的。而老 K 呢，也是心理上也是可能没有那么做啊。好了，这是大猪开场抓住了这么一个3点的机会，跳臂下盘。后拉八神一个前冲掏裆手空中一抢抓过来，这种情况下呢是铁定因为气儿满了嘛啊，铁定是要接这个八神先把这个伤害拉开，连续的前跳地。河池的这个八神啊，你看啊，在前3局呢基本上都是不去老 K 的八神，也就是说老 K 的八神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用处，顶多有时候打掉了河池多少血量啊，或者是给自己的大猪留多少气儿，也顶多就是这样的啊。来看看这一局，又是一个1v3局面，老 K 大门3颗气傍身，下轻手前轻手没有出波，可能害怕对方会出这个 AB 闪，但是这一次是一个典型的长距离跑抓。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慢镜头显示，他后拉朝天脚之后呢，看这个距离左右前2次行，前2次行跑抓。这个是因为他停下来之后呢，一般人有个反应，哎呦，他停下来干什么？他是不是要踢我？我得防着。结果我再跑我就抓你，就是2次性跑抓吧，一般来说骗人特别好使啊。但这招呢，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打那种16级电脑，你不好使啊。16级电脑反应速度比你快啊，可以多则。来看看现在连续的助词，远距离，好的，千鹤开始远距离骚扰，大门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什么好的机会，跳地下重手，哎呀，河池啊，这个我没看懂。咱们看一般都显示啊，他是往后拉，然后没出升龙，刚才应该出个升龙，然后下重手出助词没打中。我知道他的想法，他想贪，说白了啊，下重手助词如果马上出助词的话，飞身或者是下扣就接不上了。他为什么要打的这个距离稍微远一点呢？其实也能接上，只不过他实在打太远了，双击的速度太慢，结果没接上，然后摇出了一个飞身，漂亮！老 K 这个重腿确认出了一个蓝之山。然后呢，抓超臂最后1点，扔进角落，看看起身怎么抓，前，我操，这人变态！我感觉老 K 这个变态啊，这真是变态！你看扣过来之后，其实慢镜头显示啊，这个位置啊，前站臂蓝之山，不是你告我，大家伙说谁能想到打一个底半腿的站臂，然后接蓝之山，我操！我都揪住了啊！我就感觉都没谁了啊！这一天的啊！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1比2。这么说吧，老 K 赢的2局全是靠这个大门反3，全是大门反3啊！大门传奇啊，就是你看那个威尔史密斯演那个《我是传奇》，不对，那是大门传奇啊，但是没谁了啊！1比2之后看看跳 C 抓过来，怼不过来重手接葵花3式，然后前跳 C 轻手前下盘2点，又要打晕，哎呀！结果还装了个逼，接了个站重手啊！其实葵花第3式也可以打晕的啊。咱们可以来怼不过来重手，葵花3式，葵花1点前跳 C 轻手前下盘。
这个跟刚才那个前下轻腿，前站轻腿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刚才这个距离有点远，所以说前下轻腿啊。同样的招式啊，同一个类型的招式，老 K 也是在短时间以内啊连中2次。老 K 呢，应该是要对这个招数以后有所防范啊。应该说，我见过学东西最快的啊，老 K 属于学东西最快。但是呢，他学东西快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想学的东西，我一定要学会啊，我就短期内我就得学会。而何老二是怎么回事？何老二是什么呢？就是他学东西特别快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突然看了一招，我学这个克我怎么去克他，他怎么克我怎么反克他，这个行。但是你比如说你给他设一个长远的规划，他就不愿意做。何老二比较懒啊，你比如说他现在何老二千鹤都不会什么不会那个什么28连27连不会。其实那招有的时候何老二明明可以把对方的这个大门或者大猪给秒杀，但是他没有这个，从来没有这么做啊，不像叶枫、星星小孩这样的。所以说何池的这个，我觉得他还是啥呢？就是有点太安于现状了啊。头上无朝天脚，前腿边轻攻击，然后再找机会。这一局又是一个1v3局面，你要是再反3，我也只能说阿弥陀佛了啊！回身一刚，前腿把。这一局大门呢，弱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气儿。之前呢是有这个3颗气儿傍身，那现在呢是应该说只有1颗气啊。应该说只有1颗气。然后咱看看面对千鹤 ，AB 开局就 AB 闪身，没有打 bug 阵，前跳地再跳 C 过来，重手防空，后闪身躲这个助词，前冲跳臂。头上扶1点，前头上扶，然后扣下来这个前倾手，好的还是没打着，一个后跳地踢影子，尾身再刚有 bug 阵，倒地收身了，下重手助词 ，AB 闪，再摸，这一局要悬啊，跳臂挥空往后拉，前跳臂，落地抓头没，因为说跳轻腿打的时间太早了，也就没有抓住对方的机会，后闪身。远距离站臂一脚在前，好了，这个轻攻击挥空啊，确实抓住对方软肋。你可以看到，他正常来讲呢啊，他最恶心的就是在远距离好像是踢你摸你，突然就一个跑着，而且时间出的刚刚好，你跑你也跑不了，然后你跟他怼呢啊，你要不怼还好，一怼他更是提前就抓住，连续的朝天，下臂站轻腿，一个吸尘器式的跑抓，哎呦我。这又是1v3的局面啊！扣过来，前后跳地，被反踢一脚，2段型跑抓爆气。这种情况下，老 K 连赢3局都是大门反3，大伙儿发现没有啊？打了4局，输了1局，赢了3局，然后全是大门反3，你有完没完啊？你玩不玩？你们不玩还有别人要玩的，我在这坐会儿不行吗？啊！我跟你说啊，你别要闹事儿，这样对大家伙谁都不好。我操！告诉你们吴天儿啊，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儿，今天这事还不算完啊，就这种感觉啊。好了，看看现在已经是1-3，何老二现在应该是非常苦恼，我自己的8神打的那么好的一个局面，那么好的局面，你说被翻盘1局、2局都行，被翻盘3局，玩不玩？你不玩还有别人要玩，又晕了。咱们看这个一下，再来一下，就一下。给一下，一个重攻击，好嘞，就这一下啊！哎呦，这个逼装的，咱们还掏裆手，前跳 C 抓过来，重手直接葵花30，然后呢再前跳，前下盘，一个腿把。何老二这个8神操控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啊！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是不是？空防没有出抓，2个人好像都有点愣，或者是都出了抓，然后呢系统没有判定给任何人。坐地炮空防，再空防下臂下 A 直接超必杀，3、4、5，然后呢回身敲3下，一共8点的攻击。作为这个跳地，然后在空中一抢空，腿瓣转球，8神明显是想要练葵花，跳地落地轻手一摸，最后1点血大猪，1丝血，扑地的姿势已经出了，可是已经晚了啊，尤其是打跳 C。跳 C 呢，就是目标朝下的啊，就是压制你，所以说你扑地也不好使。看看这一局的话，面对大门，好的，葵花3式过来，前跳 CD， 落地前跳 C， 重手一摸，头上扶1顶，葵花2式朝天脚，大门还是有心情反3的节奏。你看啊，好的抓过来，这一局悬了，重手肯定是要接8神体，8神呢最好是前压跳 C， 选择了压了一个不可防御，漂亮，真不可防御啊！他这个波。咱们看一下慢动显示，
扣过来之后，他往前蹭一点，这是有两针的啊，这个摩擦一个波直接确认出必杀，我靠！何老二真是艺高人胆大啊！就是独搞侠啊，艺高人胆大。这个说句实在话啊，不是100%的啊。好，看看现在2个8人，空中跳 B 跳 C。河池呢是一局是千鹤收尾，一局是8神1v3，现在2个人打到了第6局。老 K 的8神在这6局当中就没赢过，你看啊。如果要是打8神1v1，我相信老 K 应该是完犊子啊，就至少呢他有点被人克，有点被人克。你看他打包王什么的行，当然打河池打小鸭可能就不行。但是最近呢我看过老 K 跟小鸭的比赛，小鸭8神最近也转弱，可能那个小鸭呢最近可能工作上比较忙，然后没怎么练，说白了就是媳妇儿给他榨干了啊，这手上没劲儿了啊。走过来，现在2个人血量差不多，下 A 再推发。尽管呢这一局河池还是在8神上占据了优势，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一局河池的血量已经是费了很多，也就是老 K 呢，老 K 的劣势不是很大啊。轻手往后拉，原地起跳一个波。好了，回身再刚，8神这一局肯定是啊，就奔着要抓一个啊。他下轻腿其实打的已经够好了，但是没想到老 K 摇指令头摇得很严谨。你看一下，跳地下臂，再前下臂，这个下臂不，咱们就说不是出早出晚的问题。这个老 K 的2连跳，我就觉得很诡异啊，2连跳躲下臂啊，太诡异了。好了，腿包助词没有后续，踢一脚下盘，底盘助词往前拉，结果被打了一锤。看看大主，轻手再摸，切防一点。好了，跳 CD 再卡，我去，这2个跳 CD 河池有点大意，前蹲那不动。这种情况下呢，你顶多就踢我一个原地跳地，你踢我原地跳地我无所谓。你看很多人说能不能抓这个 C 头，也能抓，但是能拆。你踢我个跳地我合适，大周肯定想我摸你个轻手，然后压制你一下，我不吃亏。好了，刚才那是一个影子啊，正常大周应该起身后前重手啊，一个后前重手能打到那个千鹤的这个后面那个影子，可是好像他出那个战 C 就是明显蓄力不够啊。最终腿把再刚，终于在没有对方8神的这个1v3的模式之下，老 K 呢是获得了优势。但是当然呢，比分是2-3，老 K 还是获得了这个1分的这个压制啊。对方大门没气儿，河池的大门呢，经常被称之为多风水门啊，就是4代火影啊，4代门。前下臂再往前闪，天地反一根直接震不了了。就我跟你讲，什么时候呢？你能震一下，就是你摔的第1下没死，第2下落地摔死了，那个你可以震，第1下就摔死了就震不了了。看看2个大门，好了，扣过来，回身一抓，老 K 大门这一局其实还是挺危险。你看我说啥来着？跳地接来之山。在之前咱们大门1v1的比赛当中，经常我可以提醒大家伙是啊，就这个你跳地接必杀，有的时候不一定你去接必杀，没准别人接你。咱们看这一局老 K， 河池你脑瓜子里有该呀！我天哪！咱们看看现在摔过来后 CD 阵挺好的，然后前，请问这是什么招？前站 C 给人一种感觉是封别人出招，但是我感觉这种招多数是打什么千鹤啦，打什么那个，比一些这个靠底盘的人啦，猴子了啥的，给人一种感觉是这样的。结果这太嘚儿了啊！2-4，葵花1点。好了，葵花30再跟前跳 C， 重手前轻手，跳过来。哎呦，这个老 K 的升龙，老 K 在本场比赛当中已经是第2次出现这个随缘升啊，就是盲目的升龙啊。下一手再跟葵花30，刚刚的利用整体实力战胜对方一局，这一局又是被河池打成了这种非常大的优势，而老 K 呢这一局8神也只留了1颗起，也就是说2颗，这样的话不太好了。前发一个波，跳臂过来连续的切防，
走过来被掏，然后呢刚过来之后呢，看看八神怎么个情况，葵花一点，哦，这一次这个必杀，大猪呢是直接战臂接指令头，下盘挥空转球几点，战臂一点，葵花第一是第三是一根，前冲跳地空防落地再抓指令头，好恶心的啊！前跳地下盘葵花一点，空中再跳，又是被战 A 直接打死。那么2比4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一局老 K 八神呢是输得很惨，不过大猪呢好像对八神有点免疫力了啊，有点了。看看千鹤助死之后呢被跳 CD 卡空，前跳 C 一点战，我去，这几点重攻击河池瞬间半管血没了，看不看见？这就是大猪的恐怖之处。战 C 战 A 后拉，前跳 CD 后拉，空中再抢。好的，这种情况下还能摇指令头啊！就什么招后面都带指令头呢？千鹤别玩了，浑身一刚，最后一点血向上助死，崩都能给他崩死。最终是一个战 A。河池这一局对大猪明显是有点恐惧症。按照这种情况下呢，那大门只有1颗七，大猪3颗。大门应该按照老 K 的这个想法，你这个和老二的大门他完全是不虚的啊！而且本身大猪这个人就不怎么害怕这个大门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啊，加上自己是玩大门的高手，然后大猪玩的也是宇宙第一神猪，你要玩什么啊？前跳 CD 后撩，原地起跳 C， 再起跳落地想要抓蓝金山，结果呢大猪反应速度很快啊，直接反摇前 BC 压剑，然后呢直接站臂接抓。往后拉，前跳臂挥空，再抓指令头，这是2字形的这个骗对方切防或者说打指令头的。正常第一点呢是应该抓不到的啊。前再给你起跳，最后一点血 ，AB 闪身头上phủ，很聪明，他知道正常抓是抓不着的啊。来了个多泽，是能量闪身之后呢头上phủ。很可惜啊，没有血了。如果有血再打出康特的话，那就牛逼了啊！头上phủ，然后呢马上头上phủ，再反摇地雷阵。前跳臂下盘起手，最后一点血的和老二看看能不能翻盘啊！前跳地起跳被踢，前跳 CD 挥空，好的，这一脚踢中之后一丝儿血，回身一刚后跳 A 后闪身直接出云头。这个出云头我相信他是摇反摇前这个反摇前 A 的啊，也就是说该抓就抓你，抓不着你呢你起跳我也抓你啊。这个但是这招呢可能比较害怕那个反摇臂。如果要是这个出反摇臂的话呢，和老二肯定是会吃亏的啊。2比5，河池在选人方面上又是出现了犹豫。其实啊，这一个人一旦被打到没有信心的时候吧啊，越是这样的越应该表现得很自然，不要这个老想着那个怎么样啊。因为说一场战斗的胜败呢，可能从今天一开始，比如说今天你来事儿了啊，看大姨夫来了，来痔疮啊，人家今天来特别好，吃的炫迈，搂了小女儿，幻想着今天晚上赢了比赛之后，晚上我宾馆开房，对吧啊？那就不一样，怎么还又打晕了？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啊？好了，还装了个逼，这是一个小6连，然后看看前跳过来一掏，这晕点就承继下来了。其实他本身下 B 的时候就能把对方打晕的，可是下 B 呢没有输下 A， 也就是还是依靠这个前跳 C 啊。这样的话又是秒掉了老 K 的这个八神。老 K 的八神到目前为止好像就没赢过啊。跳地原地跳 C， 前跳地一点后拉 CD， 哎呦我这和老二被打懵了啊！一丢丢血，轻手原地起跳，接防跳过来后拉，漂亮，小3连。可是这一局有残血泛滥的晕了，漂亮！跳 C 抓过来重手回拉3式，这是铁晕的招式，然后百合折重手，哎呦我去，又是出升龙。正常来讲，这个升龙血量打2点确实也不少，不过也没有你这么装逼的啊，这逼都让你装肿了，你说？当然了，临死之前大猪啊，还是给自己的大门留了3颗七，又留了3颗七，我靠，想想都醉了。好了，跳 C D， 前是这卡风回身一当前头上phủ，哎没出。百合折勾正身位，下盘起手2点，轻手一摸挥空，长脸脚再找机会，下重腿的明显是算这个位置没算好啊。你看，如果算好的话呢，大门应该是要中这个下重腿的。2比5之后，看看面对千鹤，前跳 CD 落地下盘漂亮，重手站地再重手，有晕点在身，要踢一脚还是摸一下？下重手还有晕点。好的，一个轻手就晕了，漂亮。那这一局千鹤并没有让大家伙失望，也没有让大门继续的嚣张下去啊。3比5的比分，虽然说比分还差2分，但是这一局终于是印证了啊，这个大门传奇也有不传奇的时候啊，也就那么回事啊。
哪有把把都是传奇，对不对？你想想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来看现在3比5之后，这边的八神跳来跳去，下 B 下 A， 葵花1点。好的，G3式直接打。老 K 这一局呢，看看啊，这一局八神好像进攻的势头很稳，前跳 C 落地挥空抓，本身重手直接接必杀了，看不看见啊？正常来讲呢，接葵花也是无可厚非的。下盘2点3点落地，两个人同时出指令头，老 K 呢还是占据了优势，1-2血葵花。这种情况下，葵花必死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啊，你跳也好，后闪身也好，都是死。你前闪身，等他葵花完了，你还是死。所以说这1-2血的时候啊，特别猥琐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裸杀可能稍微靠谱点。看看再前跳过来一掏，前跳 C， 轻腿前手葵花1点，这个腿瓣有点太随性了啊，晕点应该没了。好的，逆向，克劳尔反应速度很快，直接一个真是，哎呀，可是并没有把对方秒杀呀，在角落里面起身一跳，前跳 C 轻腿下盘走过来，下盘2点下手助词，直接打这个打破防了啊！再刚往前压，千鹤还是有一定想法。AB 闪身下手助词，前跳 A， 前，好的，这个招呢有点冒险啊。如果对方抓指令头的话，还是很恶心的。咱们看刚才这招其实很帅，但是因为是蹲姿，然后千鹤可能在后续的连招过程当中呢有点偏激，尽可能的想要多打点血，但最终并没有成。好了，看看这一局大猪。开局上来被升龙打中，千鹤再慢慢的发影子，前下重手助词，前跳挥空落地战臂被抓。大猪这一局怎么办啊？这一局的话，面对残血千鹤呢，他刚才还是中了几个布阵，如果一旦中布阵的话，确实作为大猪来讲也是非常心疼的啊，一个布阵很可能就死了。千鹤再发点的就是再刚，老 K 也是刚 CD 的时机找得非常好，只有影子的时候刚 CD， 千万不要这个。下重手的时候就乱刚啊，或者下重腿的时候刚，这个两码事儿。你要那么刚 C 的话，还有 counter 啊，大 C 也不少。头上扶一个阵后拉 C， 好的，再前跳地漂亮。大门传奇并不只有老 K 的大门啊，明显的连何老二的这个水门也有爆发的时候。你看后跳 A， 前跳地打轻手，养了直接天地反。这一局牛逼在哪儿呢啊？自己没有消耗，并且呢老 K 呢并没有给这个大门留气儿。刚才的进攻切得很好，然后开局爆气，何时有点心急，但是爆气呢，毕竟啊，在对相杀的时候呢，是肯定占优势的。前，哎呀，这是要送，要后小跳后原地起跳，再震一下，前战臂挥空，后拉。何时这一局应该说被抓了个天地反之后啊，心情还是很差的啊。战臂一脚，前跳地挥空，再前跳 C 地卡空，有机会，前跳地难知，哎呀！没出，刚过来回身被反推，下臂战臂1点，前2次行想要抓，前重手，何老二空中跳地有没有指令头？一顿摸，哎呦我去，啥也不用说，就是一顿摸呀！你看啊，老 K 这个下轻手和后跳地切换的太稳了，踢一脚抢空，忍一下下轻手。这个下轻手的目的就是防你先冲，但是下轻手不防你起跳，除非是离得特别近啊。下轻手后跳地，你前跳过来我踢你。3比6，何老二这一局大门并没有翻盘啊，也是非常的可惜。其实呢，秒掉大猪的一瞬间，我就觉得何老二这个大门还可以啊，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个水门那么简单啊。跳臂空中再抢何池，在八神方面上，老 K 应该说啊，整体来讲绝对是大幅度的落后于对方。这局又有晕点，好了，又晕了。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啊？赶紧出来看上，哎，百合哲大升龙，我操！我给跪了啊，牛逼，绝对妥妥的啊，这绝对是没谁的啊！看看面对大猪，八神前一个掏，发波1点，再发对招，战臂回身一刚。这一局何时的八神应该说打得很拼，抓过来重手，再跟葵花3式要晕。跳 C 前下 B， 出的一瞬间被抓，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老 K 的这个防御的时候抓指令头也是非常稳。前下滑1点空中抢空，现在在空中对抗上，八神明显是吃了很大的亏。
老 K 显亮上优势往后拉，前跳过来，前跳避回头，再跳地，没有接头，一丝儿血的和老二，看看能不能抓住一个指定头。是啊，是抓住一个指定头（括弧被抓）。你说这咋整？多嘚儿啊！3比6之后呢，看看这一局，面对千鹤，空中跳 C 抢攻，原地踢一腿。本来这局优势还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千鹤呢依然还是这个英姿飒爽啊，这个千鹤你说多牛逼！助词下臂，好了，这个位置停得很好，没有让对方摸到，反而是利用下臂摸到一点。而且这个下臂牛逼在哪儿呢？你站 A 站 C 或者后前手都不好使啊，最起码我能躲。看看何时又是战略的优势，3比6的情况下，如果要再让对方翻盘就不玩了。好的，看看直接一个抓。这个蓝震山抓完之后呢，本对方扔进角落，震肯定是要震的，然后前看看跳 CD 卡空，下轻手挥空，忍一下战臂，头上符没敢出，刚才的位置不一定啊，出的话也不一定怎么样。看看前2字形，轻手摸影子，前战臂，好了，这个摸胸推没摸好啊，还是被抓住了机会。下手回身一刚，前跳，这一个前影跳地，就是为了打对方起身的啊，就生怕自己追不着他。这个但是呢，打蹲姿我觉得有点牵强啊，真的是打蹲姿，没有牵强啊，就是打蹲姿。而且这个踢你就是出升龙你白扯。好了，合适这一局，一副那种不会让对方翻盘的样子，但是说还是给了一个机会。但是呢，对方血量非常少，没有气儿，跳地过来，再前跳地下轻手，反摸一脚站臂，空中跳 CD 抢空，原地起了空防拦制，没拦成。再前跳，最后被朝天脚直接踢死。和老二应该说逃过一劫。刚才这个情况下落地，他着急了啊，不着急出蓝之山，但当然也很危险。其实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出蓝之山，你没咬好的话，对方就抓你了。所以说打一个后撩踢还是很正常的。不过最终和老二属于那种鱼死网破型的打法啊，4比6，何时比分差的并不是很多。好了，重手挥空过来，直接葵花。战臂，老 K 这一局玩的游击战，打血不多，就是磕你的节奏。前一掏没打中，切防一点，空中再抢。好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是让这个河池啊有点好的下 B 下 A 再跟必杀，这样的话还是河池把握着比赛的命。我这个波我都自卫了啊！咱们看起身的时候，这个老 K 在想些什么？一个波，出没出招我不知道，疑似不可防御啊。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好像没有的节奏啊。轻手一摸，空防直接回身一个抓。这个别说8神是不是残血啊，反正是这种情况下呢也不好打。老 K 呢打得很激进啊，他并没有利用下重手接指定头，而选择下重手接转球。方便自己起身去压制。如果指定头的话呢，扔得比较远，加上这个指定头的话呢，自己收招慢，然后呢压制起来不方便。他知道对方残血的时候很着急啊，一定要这个把对方扼杀在摇篮里。好了，漂亮，又是一个重手助词。本场比赛呢，除了刚才8神的这么一次啊，又有一次千鹤形成了一个重手助词的这么一个局面。哎，你何苦装逼呢，何老二啊？这个逼装的。不是，我是没看明白啊！他刚才那绝对是妥妥的装逼了啊，真的是妥妥装逼了。他2个重攻击可以直接把大猪打死，然后他非得等一下，你说多嘚儿啊！原地起跳被被这个铁头功，下盘一刚前跳地落地抓蓝针山，可是距离比较远，但是还是万事大吉的节奏啊！战臂正摇 C， 这并不是连招，重手一摸再重手，哎呦，何老二被打赖劲，我觉得就是他有点就是什么失控，就是我他妈的我就不信了，就是那种感觉啊。人吧啊，就越着急就越着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姓不叫不着急，姓贼叫贼着急啊。贼着急的妹妹叫贼拉着急啊。好了，看看这一局何时，哎，不错啊，一个气儿的必杀，前条 CD 挥空下盘，老 K 爆气了，很恐怖啊。何时战臂前朝天，轻手一挥空，原地起跳逆向，好的有后 CD 阵，选择了正常的阵法，好的也行，都一样啊，都一样，反正怎么稳怎么正。
怎么稳怎么震啊！5比6，比分追上来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河池的大门也并非等闲之辈嘛啊，所以说任何人嘛也不要太把这个 S 级别看得太重。其实有的时候吧，爱拼才会赢嘛，对吧？啊，敢打敢拼，对吧？你要防守的时候你也得防得好，也不是说为了算计，你总不至于就是你从一开始你就觉得我输了。好了，可以看到打晕了啊，但是打晕的过程很漫长，打得很。应该说不是很干净利落，都是利用一些小轻攻击打中的。最后呢是葵花第3点打中才形成的晕点。不过呢没有之前那个站 A 区衔接的话呢，晕点是很难的啊。看看一个波，老 K 这一局终于在8神上获得了很大的优势。跟不过来重手接抓3是一个起身波，再来一个波跳地抓过来晕点。这一局老 K 是1v3的节奏啊，百合哲重手前手。那老 K 绝对不带装逼的，不可能会出什么百合哲重手接生龙之类的招式啊。那种怪怪的招式，我估计只有河池愿意出。当然呢，能打死都行，没有什么装不装逼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也属于一种气人，或者说打消对方的气焰啊，自己嚣张一下那种感觉啊。跳地回身一刚，前一个波跳 C 逆向，没有带头，选择点了个轻腿。刚 CD 的时候被大门架招，看看何老二这后反摇地。何老二这一局呢是给人一种啊，就是如果他是老 K， 没准也能翻盘的节奏啊，确实是跳地天地反，打得很重。然后面对大猪，看看慢慢往前蹭，前跳 CD 打中，下臂再找朝天脚一根，连续的切防，回身一刚跳地打中，节奏还不是很好，头上符一顶 AB 闪身头上符朝天脚，下盘起手再朝天，前跳地回身一根，连续的往前出。贺老二，你怎么那么冲动呢？哎呦我天，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啊！没跟你们说吗？啊，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啊！冲动是吃不完的后悔药，冲动是跟女孩的时候不吃，就这个啊，太激动了啊！5比7，这样的话，刚刚追上一点比分，再次的被拉开成2分的分差。不过问题不大，看看赫拉尔怎么去做。但是吧，我想说呢，他这一局输，我感觉主要是输8神了啊。他的大门应该说没有那种无力回，他应该说没有那种回天的能力。当然，可是由于他8神都死了，你说啊，感觉好像就是8神死全家死的节奏啊。跳地抓过来，有一点重攻击的晕，一个波前抓没有晕点，这个是没有晕，他直接抓是没有晕点的啊，所以说选择鬼不过来重手前手接葵花，但是这一局已经差不多了，一个重攻击铁死，葵花2点，这个抓呢看起来很诡异啊。5比7之后呢，老 K 的8神又是这个兵不血刃啊，应该说这个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没费血啊，嚣张要死。一个波对助词，还是助词血多，当然也有打 counter 的这么一个节奏。前跳 C 回身一刚，前掏裆手，好的，又要打晕了，下臂下一葵花，一个波晕点还有掏裆手啊，好的。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掏裆手第一时间没有晕啊。他如果是重手前倾手接葵花3式的话，那个掏裆手是铁晕的。他没有前倾手，直接重手接小葵花了，所以当然啊，是晕你跑不掉啊，这个波跟的也是非常及时。跳地下盘，大门前冲回身一刚前2死，我操，这个百合哲有点民工的嫌疑，而且出的时机非常好，直接打晕。老 K 连续2局8神都是非常的嚣张，这一次河池好像是反应过来想要出头上符，但是他头上符没出了一个下重手的铁头功，或者是想要刚 CD 啊，这样的话被打成了5比8，落后3分，这样的话不好。而何老二这局居然是上了龙2，何老龙2啊，龙2玩好的就龙2，玩不好就龙炮啊，这样的话选择龙鹤8。其实呢，以前河池的主力就是龙鹤8，但是这3个人呢，流气方面上，你不管你怎么排，这个流气方式都不一样。如果你把千和排头，那你跟傻逼似的啊，从来就不流气儿。不过你看到河池突然上龙2，发现人还不错，这是一个下重手起手接上了一个机会，然后前打对方落地。
龙二这个人呢，咱不能说适合偷鸡啊，就是属于偷鸡取巧，不能这么说，他是有5强的实力的。可是现在龙二呢，固定套路是那些，主要以防守为主，而且呢，远距离拼的话打不过千鹤，近距离纠缠的打不过大猪，不是打不过啊，就是磨叽不过大猪。然后呢，跟八神拼有优势，可是发挥不稳定，这个就没法说。也就是说，龙二想要1v3的啊，那点儿是自己心态就是属于就把对方打崩了。龙二很轻松就能1v3，可是呢，这个八神不一定，八神1v3很正常啊。你比如说，你看何时呢1v3老 K 也有，老 K 呢1v3何时也有。说八神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如果你要是把一些这个当然啊，这个定位是这样的，你把八神和龙二的排头都可以，无可厚非。你专门练龙二的，把龙二排头是可以的。可是你2个人都上排头的人物没有了，就没有优势了。所以说不像上这个大门呐、玛丽啊什么之类的啊，稍微的靠谱一点。哪怕呢你对吧？哪怕你把千鹤排到这个最后，但你这个组合呢只能用这个千鹤承上启下，所以说千鹤只能排中。这样的话何时是吃亏？你看千鹤打大猪的时候呢，优势就不大了。龙二死给了大猪，千鹤打大猪的时候呢，老 K 啊还是这个打千鹤还是有一定的套路。CD 一顶，回身一刚，前跳 CD。刚才第一时间出铺地的话呢，这个何时已经死了啊。老 K 的没有出，不知道是有没有想到呢，还是为了求稳。前跳地看看落地下盘，抛当手一点，跳地重手发波。如果有气儿的话，重手出8智女啊，可以骗，给人一种感觉是可以骗这个黑光的必杀的啊。后跳 CD， 老 K 这一局感觉一个大猪就搞定了吧啊。防御清北，说应该说本场比赛第一次的大猪 C 头啊，应该说啊，再后跳 CD。但是我感觉河池这个冬天的苍蝇啊，在屋里面也就快死绝了啊。你像这个看着大门，你八神本身没有血，越是没有血的人，老 K 是越不怕的。你有血我都不怕，何况是没血。但当然呢，也不能那么嚣张。咱们看头上符一个地雷阵，再头上符，尽管是相杀，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5比9之后呢，老 K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就是那么一打愣的功夫啊，老 K 就是2次1v3，一次呢依靠大猪啊获得了优势。就不管我八神死给你龙二了还是怎么的，我大猪牛逼，就是牛逼啊！5比9，看看何池选人方面上，最后停在八神的光标上，还是在犹豫。然后呢，这边是龙鹤8。你看啊，他不管怎么排，龙鹤8或者龙8鹤，或者8龙鹤，鹤龙8，鹤8龙都不行，我觉得都是懒闲的啊。刘气儿咱是肯定是要龙鹤8的啊，刘气儿就是龙鹤8，8鹤龙二手底，龙二这个人翻盘，我不能说没有能力，他心理上就不占优势啊。你撸气儿撸呗，撸死你我也无所谓啊，我怕你呢是不是啊？好了，这一局龙二还依然是非常嚣张，下 B 没有出下 A 区别。老 K 的八神还是没有什么卵用的节奏啊，轻手防空，这是死了。哎哥，河池的下重手出的有点犹豫，其实那个下重手出是很正常的呀，因为你想啊，就算他出葵花第3式，他也死啊，顶多就是相杀，再说也不可能。可是你这个下重手出的这么慢，我典型感觉到河池心理上现在有点阴影，他力求稳啊，就是那种。好了，腿把过来皮鞭一点，远距离跳臂挥空腿把，没敢出正摇臂架招啊，1丝血，打着你撸吧，撸死你个老辫子啊，无所谓啊，你撸你能撸成什么样？对你撸满了，你爆气，你大不了爆气再撸呗，我慢慢往上上啊，爆气吧哥哥。好啦，这其实没爆气，其实正常来讲，如果是龙珠什么的啊，就是可以爆气了。但是呢，如果是龙鹤什么的，爆气就没有什么用。你还不如留3颗气，但这个能量闪身，我觉得也是醉了啊。原本呢想要偷一个这个伤害非常高的这个连招，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啊！这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回身一刚，前跳 CD 后跳 D， 原地起跳被摸，后跳 C， 我这好疼啊，好疼啊，哥哥！往后拉，腿把一点，下手助词站地，好的，轻手再摸回去啊。5比9之后，这样的话，河池没有了大门。其实有大门，我感觉面对这么满血的这个大猪，他也不好打。
反而是八神还有机会。看这一八神跳来跳去，一个波跳地抢空，跳地再抢，好像是出了站 A， 距离掌握的不好，被对方反抓。跳地一点，八神前跳 CD 卡空，前跳 CD 落地，想要再抓进去，又是被大猪又是被大猪抓头了。腿把转球，一个波，空中跳 CD 抢空被打，前重手，下盘起手空中再抢，下臂超挡手，站臂再抓，好的后领要闪现空防，结果轻手抓了一个爆气的指针头没血，这一局神仙也难救了。站臂挥空再跟指针头抓，比赛结束5-10。贺老二呢，在最后呢是被应该是连输这个4局啊，这4局输得很惨。不得不说啊，作为前几局的大门翻盘，确实很精彩。后面呢，你也可以看到老 K 的八神也是可以1v3，而贺老二的八神尽管这么嚣张，但是不得不说啊，拳皇这款游戏是3个人配合的游戏，那么实力要均衡才是最好的。但下场比赛呢，是来自于叶枫跟广州小孩的一场3问的比赛，非常精彩，大家伙也可以来订阅小狼的视频解说。咱们下期再见。